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师父好。灵魂与你有关联，不信也得信。我们经过了大量的印证这些故事太逼真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回音有点大。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存在着更多能量的就是我们这个肉眼看不见的这个虚空的世界。对，就算是你不信呢，它也真实的存在着，就这样一个神秘的灵魂这样的力量，而且是多重维度的都是存在的。我相信今天这场节目之后我相信大家会对生命多了一份敬畏。今天的故事咱们从这个曾经震惊全球的那个世纪大灾难说起就是当年就是2011年3月11号，这个东日本地区发生了一个9级的地震，你们还有印象吗？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是在韩国。对，我记得当时还引起一个很大的海啸，然后很多地方都夷为平地了，因为这一次的灾难，就是非常大的灾难。是，对，当时这个最高的这个浪头因为是海啸嘛，达到30-40米之高像个大楼房那么高，那个铺天盖地的涌上这个岸上来当时全国就是日本全国失踪的人数大约是1800多位1800多18000，我还少说了18000多位，哇，这个巨大呀！是他日本战后死亡人数最大的这种自然灾难。关键它是9级地震是引发的这个海啸，地震又砸死一些那这个海啸这个海水呢，对，一下就冲灌过来真是不得了。就在这个宫城县的石卷市，这个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有一些居住的街区它连地基一块给拖海里去了，就被这个海啸曾经的繁华热闹，现在已经移成了平地。大家看现在的这个照片上头就是荒地，什么都没有了对，就移平了。曾经那是热闹非凡的等这个事情过了几年之后就说一巧这个事情过了好几年之后当时有一位日本学生要等着毕业，大学生毕业呢都会提交一些论文可能写不同样的论文。有一位很优秀的学生他叫工藤优花，这样一位大学生，他呢就去跑去这个灾区呢，就曾经这个灾区的地方去做这个一个论文的调查。他调查的内容挺一般想不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大海啸之后，这个工程地方呢这些出租车司机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有些比较神秘的故事对，他就是采访了很多位这个出租车司机，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神秘的故事绝大多数人是扭头就跑，不理他，不回答他问题，不想回答。当然不想回答，可能里头说不知道，没有，或者知道我也不想说，有可能。在这么多位被访者这个司机其中有7位就是乐意接受采访，乐意表达。他们是在不同的，他是到人车上去采访嘛，所以的话都是在不同的时间采访的这司机嘛。但是这些司机说话的内容非常的相似，很有意思比如说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他采访一位50多岁的司机这个司机就说呢，有一天呢就到这个车站就接送客人嘛，就结果上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他觉得真有点奇怪什么个性也有，是不是有点病这个人呢这么热的天这是夏天来了嘛这么热的天
穿那个大厚棉衣啊，那个大衣棉大衣，很奇怪呀。对吧？你不热得慌吗？对呀，大夏天的穿一个棉衣。对，哎，不但这个穿着有点怪异哈，完了上了车就说，他会对司机说，请去南滨。南滨就是淹得最重的一个镇，现在都没有人了。你去南滨，这个司机也没多想，顺手老司机嘛，你一上了他得收费呀，是吧？他要一跑起来，马上点按计价器，就开始算钱嘛。刚开出一点去南滨，南滨已经夷为平地了呀，现在没人在那居住啊，空荡荡的呀，还没有恢复建设呀。司机就试着问他说：“你那么空的那个地方哈，你确认你要去南滨吗？”随后呢，就听这位女士很颤抖的、微弱的声音说：“我是不是已经死了呀？”好可怕！这司机真的吓一跳，头发根直发毛哈。是。回头一看，后座上这位女士消失了，没人了。他这个是不是眼花了？就赶快把车里的这个灯全部打开，仔细看，没有人，就是没有人了。就吓坏了他了。是不是下车了那个乘客？不知道呀。反正看见没人了呀。但是没人了，我还能去南滨吗？对，去不了了。就跑这一小段路的话，他这个就是启动了那个计价器嘛。对。因为在日本很多开车的这个出租车这个出租车属于某一家公司的，这些司机呢就是来打工的。你的那个计价器只要点按下去，它的总公司就有个监察器，就知道，比如说你现在收10块吧，就10块钱已经产生了。结果呢，他没法给人解释啊。结果跳表的这个钱呢，司机自己还给电钱包给出了，他觉得挺冤枉的哈。但是这个事儿就很神秘，这个真不知道怎么讲啊，这怎么说吧？你怎么解释吧？没法解释。刚才明明上了我的车，接下来回头一看就没了，还说了这么一句奇怪的话，而且大夏天还穿着大棉衣。对，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就是地震后没多久啊，师父？几年吧。几年之后。那当时地震的时候，确实就是冬天的时候，3月份嘛，日本还是冷的时候。对，日本这个东日本北方嘛，这很冷，就是大冬天，应该晚上的话都是零下，应该是，就是很冷，一定穿棉袄的。如果说那个时候发生灾难有准备的人肯定还是穿着这个棉衣的嘛。就当时我记得那个海啸是白天来的嘛。是。对，所以很多人在街上走对，穿的是棉衣。但是现在发生这个司机这个事儿呢，司机载客这个事儿是夏天来了，对6、7月份。过了半年了。对。对。到了夏天了。那就真的有可能是当时海啸中不幸往生的生命，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走了，还像往常一样去打了出租车，上了车。有可能吗，师父？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这个很多人也没死过嘛。对。第一次死，如果他灵魂存在，有时候就不以为自己死了。或者是不甘心。他大概朦胧知道自己死了，但是不甘心，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就正常搬家，你是活着的，说你们家那个旧的房子那个地址被地震给一下震塌了现在不住了，你也会很怀念的时候，我过去看看，对不对？你在那住了10年20年了，是吧？都住热乎了，就是那种有了一份情感，对吧？所以抽空就想过去看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去世的亡灵呢，他可能并不甘心自己已经去世了。他因为对阴间并不熟悉嘛，那对于他这个日本，他这个自己的这个镇子还是很熟悉的，
对，所以鬼魂没有离开，他也习惯性的搭车，其实不搭车也能去，他意念就去了吧，是吧？所以这个才发生了这个鬼魂搭车的这个事件。对，我印象中就是那这7位司机，其实他们都经历了类似的这种乘客上车，然后他们就开着计价器就走，可是到站的时候往后一看，那个后面没有坐乘客，是这样啊，师父？应该是。你看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哈，这个可能是这个车启动走了不久，对，这他们对话呢，使得这个灵魂呢就觉得才醒过来，我是不是已经离开这个世间了？是啊，那我到底去哪里呢？也许一恍惚，他就飘出车外了，就不打车了。他觉得我死了是个灵魂，干嘛还花这个钱呢？还搭这个车呢，是吧？但是别的司机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有的就是你去哪里吧，去哪里我就拉你去，可能到那个地方那人下车了，也有。但是一下车的时候，结果门都没开，人就出去了，是吧？就再一回头一看没人了，但是那个门从来没有响过呀，没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呢，对不对？而这个灵魂那种意识那种感觉，他也没有想着付费呀，他也没钱付，他也没钱付，对，他就下车了，这都是有的，在过去我们听说过，在不同的在过去中国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人就是搭车，结果给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呢，还有的给的是冥币，还有这样的事情，对，结果呢，在这个事情上来说，这个调查的女学生咱们说回日本，这个女学生调查这个事件，对，这个女学生呢，她就问几乎她采访的几位司机同样的话，如果以后你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你还会搭载他吗？就是你就发现他是个鬼魂，你还要不要搭载他？结果这些司机们呢，回答他同样一个结果，说没问题，我还继续载他，继续让他坐车的意思。说宁可搭着钱，说他就是想回家看看，可是他因为热爱这个地方，但是在一场灾难中，他离开了我们。这个钱我宁愿赔。哎呀，好感人啊！是，现在我觉得当出租汽车司机也挺不容易的。谁都不容易。反正说只有他们，这在采访中才这种几率比较高。对，因为出租车司机应该什么人都拉过，对吧？是，但是你有没有一次拉到鬼魂，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楚。那还有一位呢，在英国的《泰晤士报》，英国《泰晤士报》是很有名他是亚洲的主编理查德先生，他也是在这个地震之后他就地震之后的几年之中持续6年，断断续续就跑到这个灾区呢去做各种调查和采访。经过调查采访呢，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叫《海啸之鬼》，日本灾区的生与死。后来呢，就获得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奖，叫弗里奥纪实文学大奖。对，这本书里头就是包含着强烈的灵异故事的书但是又是真的纪实的书，很感人，拿到了这么高的奖励。他在这本书里头讲了其中一个也很感人的事件。对，就是在这个受灾区里头呢，有这个房子就是没给冲走的，后来居民还继续住着的。当中呢，在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一位老奶奶，他们都是街坊邻居嘛。这位老奶奶呢，其实已经在这个海啸中已经走了，已经罹难了可是在这个几年里头呢，
这老奶奶像没发生过海难似的，经常是敲敲谁家的门进去，坐着聊会儿天，喝点茶就走了。哦，经常。就是一个灵魂还在去访问着他，去看他的街坊邻居，还喝茶聊天儿。他和过去一样，喜欢和人聊天，就到不同的邻居家去聊。那邻居有什么反应吗？邻居都知道啊。当时死的人当中，因为这个老太太大家都认识嘛，又喜欢和大家打招呼嘛，大家都清楚她已经走了。但是，就是人心这种不舍哈，都知道老太太这个灵魂回来找他们聊天，她是不舍得这里呀，她都不舍得这些热情啊善良的邻居们呐，所以就是以和他们聊天为快乐。所以他就不舍得走，这个灵魂总是到东家串门西家串门聊聊天，但是没有一个邻居愿意把这个事情给戳破。如果一说，他啪就飞就没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对，也是很感动哈。对他大家对他的这种心理上照顾啊，对他对大家的这种眷恋啊，这种难舍，哎。大家不舍得把这个事戳穿，就他来了就热情接待，真是，对，唠东唠西的，好玩吧哈？就真的很感动。就是以前要是听到说，哎呦，鬼来了哈，人会害怕的。对。可是听师父讲的这两个故事，就出租汽车司机的那一份善良哈，这些邻居的这一份温暖，真的很让人感动。真感动。这个老奶奶呢，他们有个现象哈，对走访过的这些邻居们都说哈，但是她毕竟不是一个真的人了，哎，她到谁家坐过聊过天之后，她离开之后呢，她坐的这个座位哈，都是湿淋淋的。因为她是被大海冲走的。对，很奇怪，这个灵魂呢，就带着水的气息。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哈。我们也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个灵魂，他死的时候是在水里淹死的哈？为什么他这个灵魂在谁家做过之后，还会留下很多水的痕迹？我也说不清。但是大家都这么说。特别哈。是。对，但是这个是当时的非常真实的记录了哈，这个灾难也是很大的灾难。那听了这些故事，真的是，就是会对生命有更真实的一个认识，师父啊，也真的是要敬畏生命啊。就是人虽然走了，我们以前有的时候说，人走了，尤其是一些亲人啊，走的时间长了，可能后代都会就慢慢淡忘了，觉得就见不到了嘛哈。但是其实你看，灵魂还是在的啊！他们如此真实的想要，就是尤其是刚离开的人，这些灵魂们如此真实的还想在现实的世界中去做着他们正常的想要打车回个家呀，去邻居家串个门呐，这样子的哈。所以生命一直都是存在着的，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我们活着的人是有肉体的，那刚离去的人，他们是灵魂，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真实的存在的。而且就是刚才说的第一个出租车司机的那个故事，其实是出租车司机一个人跟那个灵魂之间的一个相遇嘛。对。但像第二个那个老太太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全部的邻居他都能看到这个鬼魂，我觉得这挺有趣的。但是大家没有拆穿，所以说老太太还一直可以接着串门。是，但是重点是很多就是那个他们不止一个人，很多人他都能看到这个灵魂。这也是哈，一般人我们会说比较有敏感体质的啦，可能容易见到。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街坊邻居那肯定有的敏感，有的也不敏感，大家都能见到灵魂呢？师父，就这个怎么理解呢？毕竟我不是他们，我不清楚，就是只是说分析哈，就是当地人呢共同经历了这一次绝无仅有的世界级大灾难。
那么他们在这个灾难之中啊，其实形同于都死过了一次，就是哪怕是迟钝的麻木的体质都变得敏感了。对，还有一种就是你看见这个灵魂的存在和你是不是敏感体质没有丝毫关系，因为你毕竟不是个捉鬼的人，你是一个和他们有关联的人，有缘的。对，你说如果你是他的街坊邻居，而且共同经历这场灾难，其实你们是有讯息相连的。对，他希望你能看到，你就看到了。这鬼魂希望能看到，他就看到，对吧？所以他就看到了。和他是否敏感没有关系。理解了。就像很多亲人哈，就是你的亲人要离世的时候，如果你不在跟前哈，你有所感应，比如看到奶奶去世，你在外国，那可能在类似于梦中，你就感觉着奶奶来找你，这和你是不是敏感体质没有丝毫关系，只是说你们有这份血缘，奶奶对你的牵挂，你就看到她了，她跟你来告别，就是这样啊。有好几个人，不是好几个，若干个人曾经讲他自己曾经和去世的长辈这个在梦中相见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他没有什么敏感体质，什么都不信的人，他过去我什么都不信，现在我开始信了。我奶奶走的时候就亲自过来打招呼。这个年轻人住在美国，那什么都不信，大小伙子，对吧？奶奶到死的那一天哈，就在家里咽气的之后的5分钟，就在美国给他见了面，给他告了别，把他吓坏了，赶快给家里头父母联络，奶奶刚走，就是对，这个很真实啊。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时候这个灵魂体来和你沟通啊、聊天呐可能和敏感体质没太多关系。就是之间有那份情，就是隔世的一个牵挂，缘分叫做缘分。对。那经历了这样子的事件的人，确实是对于生命会有着升起一份深深的敬畏、敬意之心哈，师父。那什么都不信的人，就是没有经历这样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灵魂存在，是不是这样的人反而容易会受到一些惩罚呀？因为他不敬畏生命。这个是可能是有的。就是他被惩罚，他也不信。就是我们不能说人类的愚昧哈，就是从一个生命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会随着自己的阅历，就是你经历的越多，你才会知道的更多。你从来没经历过你为什么小孩一直在哭呢？经常喜欢哭呢？是不是啊？他其实对这个世界是恐惧的。你活着从1岁，你活到12岁之后，你就不是天天哭了，对不对？你有伙伴呐，玩啊，学习呀，唱歌跳舞呀，是吧？对，你是慢慢在熟悉这个世界。但是经历更深层的，尤其是像灵魂、鬼魂类这个层面的时候，就人要有点年龄之后，经过这个过了青春期经历了人生的各种的风风雨雨之后，就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度过沧海的人才会感受到所谓更多的存在，更多的知识，还有这个自然界里头所有的那我们不知道，在这种对世界的认识上，我们其实还是小白，我们还是那样的渺小，是这样那就是说到这个不同的生命形态都是万物有灵啊，师父哈。就是我们其实也是今天有好几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嘛有一个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网友发来的狗狗一个明星狗托梦的故事，我跟师父和网友们分享一下好吗？好。好，这是来自台北她叫妙发这位师姐，她说呢，2025年的清明节前夕
我就像往年一样，开始为夫家和娘家有需要的往生者点超荐灯。那我仔细呢也是都想了很久，我点了历代祖先、冤亲债主、七世父母、婴灵啊，所有我能记得的往生的长辈的这个名字，我都一一确认没有遗漏，我都点上了灯之后，我才安心的去睡觉的。可是没有想到，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里啊，有很多狗狗众生，就是狗狗的灵魂来到我面前。我在梦中看不清楚它们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数量很多。醒来后我心里还纳闷，我为什么会梦见这么多狗狗呢？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做梦了。这一次啊，梦里出现了一张非常清晰的很大的狗脸，就是狗狗的脸哈，几乎贴到了我的面前。那是一张很可爱的狗脸，而且整整一夜啊，反复出现在我面前，一直到早上醒来，那张狗的脸还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怎么都忘不了。那我很确定那不是我家以前养过的狗，于是啊，我就上网搜索图片。后来我看到了一张为一家狗食，就是狗吃的那个粮食哈，狗食品牌拍广告的狗狗照片。我看和我梦里的狗那是一模一样。那因为我的娘家是开动物医院的，我就拿着这张照片啊去问我的姐姐，姐姐啊，你对这只狗有没有印象？那姐姐看了照片，想了很久，终于想起来了。她说呀，这只狗狗啊，以前确实来过我们家的动物医院，可是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也就是说，这只狗狗已经往生了哈。那当时这个狗狗来看完医生以后呢，主人还说呀，要带它去拍狗食广告，当狗模特儿。但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我姐姐已经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那我听姐姐这样一说，我心头一震。其实啊，每年的清明盂兰盆，我都会为娘家动物医院里曾经来过、后来往生的动物供灯。可是今年呢，我就忙活，只想着夫家娘家的祖先冤亲债主，我把这些动物众生给忘了。我再想到第一晚梦见一群狗狗，第二晚又梦见了这只清楚到让我能找到照片的明星狗，我这才明白，原来连续2晚的梦不是偶然，而是在提醒我，今年还有一群被我遗漏的动物众生，也等着这盏非常珍贵的超荐灯。于是我立刻为娘家动物医院所有已经往生的动物点了超荐灯。很神奇，从那以后，我睡觉时就再也没有梦见他们了。这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菩提禅修供灯真的不可思议。那些曾经来看病，如今已经往生的狗狗，竟然也会千方百计地提醒我们，希望得到一盏超荐灯。甚至20几年前只来过一次的狗狗，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这狗狗也是有灵魂的，是啊，也通过梦境来通知我们这位台湾的师姐哈。为了要一盏在菩提的超荐灯。对，我就在想说，可能他们也就知道这个师姐因为跟着师父修行嘛，所以有那个方法去帮助他们，所以就托梦给他。你看他家里其他人就是也是开这个动物医院，就也没梦到这些狗狗。是，这就是因缘嘛。挺可爱的狗狗众生啊，对。那以后其实我们现在广大的这个世界各地，尤其是我们去到很多国家，发现这人们很喜欢养狗。对啊，这尤其是年轻人哈，养狗狗啊，养小猫啊这样子的。年轻人现在结婚不结婚的，反正自己得有一只宠物。是，我们经常在韩国街上就看到那个有一个2夫妻，他推着一个小车，然后你以为里面是婴儿，然后乍一看里面是个小白狗。所以经常现在大家都很爱宠物。对，是。那我们你像我们禅堂很多的有缘人来了，我们加持啊，能量加持都是非常棒的哈。很多人经过加持之后身体都会好。那我也有听过，有一些我们师兄师姐的家里的狗狗猫猫生病了以后，就放在电视机前听师父的
能量加持听完之后，那狗狗、猫猫的病很快就好了。是，那接收的那个快速比人还快。所以那以后我们禅堂是不是师父？我们祈请师父，禅堂也给有需要的我们这些同修们他们的宠物，其实也是他们的宝贝，真有需要的时候也给他们的狗狗加持。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提议哈。感恩师父。狗也是众生嘛。是。但是尽量别弄那些特别发疯的狗不要，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养宠物的问题哈。那有的人家里还养蛇。那是让大家害怕的，可能容易令人受伤的这种宠物呢，就尽量不要带到这个公众的这个区域，也别带到禅堂哈。你的狗啊、猫啊还算比较老实的，可以，就别给别人带来伤害的。对，就是我们乐意为这些宠物来加持，还有养鸟的也可以。是，这个过去我们为这个狗啊、猫啊做加持哈。这个疾病好了的已经很多了，很多对，但是后来我们的这个见证就不突出这个部分了。对，像我在10几年前那些就是用慈悲心加持的这个水有一个人他拿了2瓶回去，就他家的狗还是猫给忘了，就那个他这个皮毛上哈，就像长了癣一样。最后他拿那个。对，后来有一个加持的茶叶，泡了水之后就往那上头洗去抹，大概1个月之后，它这个宠物就好了，可能是猫吧，很多年了，记不清了，对，所以这个还有一个说这个小动物哈，经过我们加持，它的康复的这个速度哈，比人呐快多了，是，也不敢说多少倍哈，非常快，比如说人可能10次才能见效哈。那狗的话1次就见效。对，它因为它单纯它不像人那么聪明哈，那么狡猾，它得病的这个方式各种各样。像这些动物它比较单纯，所以它这个康复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所以你的提议呢，说我觉得也挺好的哈。然后各禅堂抽空呢，为我们的所有有缘人吧哈。也为这些有缘的呀，这些宠物能给他们帮些忙。好的，感恩师父，这是很好的哈。每一次呢帮完人之后，帮完这些宠物之后，其实很多宠物这小狗小猫打扮得很漂亮的。对。咱们来一个叫做怎么说呢？来个什么这种宠物什么比美大赛。比美大赛，要不然不知怎么说了，因为狗也不会唱歌。不同发型是吧？不同季节。我能感觉到，有的时候狗狗刚剪完毛之后哈，它自己都很得意，它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美。这么了解啊？好。我过去养的狗不剪毛对，所以就不知道剪了毛之后的感觉哈。对，你养的狗有剪毛哈？剪。如果有这个经验的话，你当然能理解了哈。对，所以来帮助一下宠物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善行哈。好的。很好的提议。感恩师父。而且也很好的台湾这个妙法师姐的故事哈。我们给妙法师姐送一个礼物好吗？好的。好，非常漂亮的红色的纯棉的哈，穿上可舒服了哈。不管睡觉穿还是做事穿哈，都能够得到护佑哈。好，这个送给妙法师姐。还有呢，送给你一个手串哈。你看，符合今年哈这个赤马婚香年，带蓝绿白的这个手串就更好一些哈。祝你一路吉祥平安，长命百岁。说到感恩师父。我们网友朋友还留言说，之前家里的狗狗猫猫生病，听师父的加持音乐一听就好。说特别感恩师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位来自怡宝禅堂的黄先生他又拍了一段视频想跟师父来分享他自己就是为英灵供灯以后的一个受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被我托梦，托梦他讲你光明灯啊到期了。1977年，我的太太也怀孕了。某一个傍晚，我的太太就流产。流产了，后来我去叫护士来做，她生出是一粒好像球这样的，是你的胞胎的。后来那个护士是叫我自己去买。我自己是没有拿去坟墓那边的，那时候拿去我的工厂那边买，这样才产后。那时候我很年轻，30多岁左右这样。邻居人家叫我不可以这样，要去坟墓那边，我还是没有听，我是埋在我的工厂那边。过了这几年呢，我的身体就健康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又车祸换罗力，换了罗力就没有急救，我要子生死。又割了，后来没有急救，就人又很不舒服。在1997年的时候，那个肾又来生事，后来又在医院就开刀，又割掉一粒肾，后来就搬来这个医保，每天大便就不舒服，看医生拿那个力量在我的肠，那个是一个毒瘤来的，又割掉了肠，又没有救我又跌倒，我的人生非常的辛苦。我的大女儿啊，她叫我爸。你一次动手术，有可能那个第三的妹妹有影响，我就骂他了。我说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这样迷信。后来我的邻居就介绍我来这个菩提堂修，那我就看到光明灯啊，有无缘子女那名牌的，我看到我就问老师，老师怎么样供？我就供，没有做了3天了，3个晚上这样，被我托梦，在我这散步的时候，在我的后面拉我的手，这样摇，很高兴这样，绑一个马尾。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他也没有跟我讲话，我就这样醒了。我看那个时钟3点多，后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的无缘子女。我2025年就在这边供那个无缘子女，到2026年就到期1年了。他又托梦给我的外甥女儿，我的妹妹的女儿，特地来找我，他来跟我讲他说舅舅，不是有一个流产的第3的女儿来的第3的，我说是啊，被我托梦，托梦他讲你光明灯啊到期了，刚刚6月了，这个6月咯。后来我说是哦，他就求了跟我讲要多做2年，外甥女他一直叫我你一定要做，一定要做。我跟老师讲了，后来老师就跟我供光明灯啊，因为他要求要做2年光明灯。对，我就现在比较开心，我是很开心，我非常感恩师父，非常感恩师父。哎，我们这位黄先生啊，他也是我看到他的故事，我的感慨就是他也是通过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自己往生的女儿的一个亲身经历，让他对生命产生了新的认识。我相信，你看他讲的。他的3女儿其实等于是没有出生就等于流产啊，流掉了啊，流掉了以后，他就把女儿埋到了工厂附近的一棵树下，这个事情就像过去了。其实这是他的真的是往生的亲人哈，也没有给女儿供过灯，可能也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对。但是他之后的人生是非常不顺利的，他又是出了车祸。然后呢，又是摔倒了，肾又结石，开刀又切掉了一个肾，后来肠子又长瘤，肠子又切掉了一部分。就是按理说，人怎么会这么的倒霉呢？这个是不是跟他的那个他自己可能当时受这些倒霉的时候，自己没觉得跟那个往生的孩子，那个婴灵没有生下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啊？后来大女儿就提醒他说：“爸爸，你看你这么不顺利，这么不吉祥，是不是跟那个3妹妹有关呢？”他开始还不信呢，可是他有一次也是机缘巧合来到菩提禅堂，怡保的菩提禅堂，看到那儿有很多盏灯是给无缘子女供的。所以我相信他心中是有触动的，他想我要不就供一盏试试看吧。
结果供了之后呢，他就梦见了啊。哦，对，梦见他的手拉着一个小姑娘啊，都是背影哈，师父，不是正面的脸。他是不能看到脸的。哦，多数这种情况下，这个灵魂哈，这个像鬼魂是这个灵魂啦，就你不能看到他的脸，看到脸有点麻烦啊。哦，会不好哈，会可能。对，不要看到脸最好。好的，好的，对，所以他看到的就是背影，一个小姑娘扎着马尾辫领着他。那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很清醒的，他知道那个就是他的没有出世的女儿。而且他有一种安慰和快乐的感觉。是。终于为这个孩子做了一件事情啊。对。然后这个事情最神奇的是什么呢？他当时给女儿就是供了1年的灯嘛。等到第2年这个灯到期的那一天，他的这个往生的女儿提醒了他的外甥女，给外甥女又托梦了。托梦了以后，外甥女赶快来找他的舅舅嘛。就说舅舅，你要给你的那个往生的3女儿供灯，他给我托梦了，说你这次要给他供2年。然后这黄先生去怡宝禅堂一看，确实那个灯当天到期了。哎呦！你说这么巧，这英灵还等着呢啊，等着他爸爸继续给他续灯呢。他说的都很具体，真没法不信哎，真的是。这老先生看着，你看多么朴实的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巧合，都是必然。对，他就应该去做这个事儿了。对，是。对，他这个女儿真托梦让他来继续点灯。就是这么个事儿。毋庸置疑的。所以听了他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你看，就是亲人往生以后，不是说做了，就是你像他，不是说去埋葬了就完事儿了，也不是说供了1次灯也就完事了哈。他们其实是一直有需要的，有需要在我们菩提好好的去为他们供灯，他们在那边才会生活的好哈。对，每个人的业力也不一样。肯定会有网友问，这个那供几年才行啊？真不一定，这个有些他这个业力重哈，可能如果在地狱受苦的话，他地狱那个罪业重，他出不来，那你要就多给他做功德，多做祭祀才可能有效。对，你像杀人越货害死很多生命，这种的话，你不是点了2年小灯你就给他解决他的问题，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要持续的。那像这种情况，师父，就是如果他们往生的亲人在地狱受苦，那现世的这个活着的人肯定也是不顺利的，对吧？不顺。他会有种种的迹象提醒他。你无论是上面的就是你的长辈的或者你的晚辈的，这2个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哪一个在那么特别的受苦，那么活在世间的人都绝对不顺利。要么是疾病缠身、债务缠身、官司缠身。要么就病倒下去。对，反正是很不吉祥。对。明白了。感恩师父。那我们给这位黄先生也送一个礼物好吗？好。他这个经历他的这个故事经历他自己录的嘛录的也挺清楚的很棒。对，要不然的话那特别像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没经历过，就觉得真的有鬼魂嘛。对。真的有。好，我们这个降龙 T 恤送给黄先生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关于这个，还有一个平安扣也送给你，带在身上，出入平安，一路吉祥。感恩师父。那师父就是关于婴灵类的这个故事我们纽约还有一位小梅师姐就给我们发了一封信她是这么写的，是2026年清明节期间呢，我参加了纽约禅堂举办的3天地藏功德念佛班。课程的第2天，师父引导我们用最真诚的心，向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众生去真诚忏悔念佛。念着念着，我的脑海里突然间毫无预兆地浮现曾经堕胎的经历，几乎就在这个念头冒出的同一瞬间，我的腰部突然传出一阵极其剧烈的疼痛，感觉就像是有一把大铁锁，啪的一下把我整条腰给死死锁住了。
我本来是坐着的，瞬间疼得整个人都往前栽，想坐直根本坐不起来。我试着想站起来，可腰上完全使不上一点力气，只要稍微挪动1厘米，那种刺骨的疼就往骨头里钻，疼得我冒冷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旁边有2位同修，赶紧一边一个的架着我的胳膊，慢慢的把我搀扶到外面的餐厅休息。这时候呢，禅堂的老师就看我脸色惨白，轻声的问我说：“师姐啊，你以前有这个腰痛的毛病吗？”我一边擦冷汗一边摇头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就是刚才念佛的时候想到以前堕胎的孩子，腰一下子就那么痛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这次的清明节，我替过世的亲人、女儿的阴灵都供了灯，可偏偏我自己堕胎的那个孩子，我竟然给漏掉了。我不是故意不写，而是在潜意识里觉得前几年好像已经做过超度了，应该就已经没事了吧。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间反应过来，孩子心里的委屈可能一直都还在。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惭愧和难过，我就忍着痛，在同修的搀扶下来到了供灯处。而就在我为女儿写灯牌的时候，这个奇迹就发生了。刚刚还僵硬，一动就非常钻心疼痛的腰，有一股暖流涌过去，原本死死锁住的肌肉竟然开始一点一点地松开了。等我供上了灯，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惊呆了。刚才在疼到连走路都不能走的我，现在居然不用任何人搀扶，自己能稳稳当当地站起来了。我试着来回走几步，居然真的不痛了。那一刻，我的心里又感动又感恩，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腰痛让我深深体会到，有些病痛表面上是发生在身体上，可背后其实都牵连着过去的因果和业力。如果不是佛菩萨和师父慈悲的加持，我可能根本不会想起曾经堕胎这件事，也不会懂得用最真诚的心去忏悔和弥补。感恩师父的慈悲教化，让我在念佛中看见因果，也学会用最真诚忏悔的心去面对和化解曾经的伤害。对，这也是一个堕胎婴灵来提醒母亲的故事哈，师父。但这位母亲就是她在想到这个堕胎婴灵的时候，突然之间腰就痛的马上就痛了，撕心裂肺啊，就是这么强烈的，就是婴灵的灵魂给她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是吗，师父？他们当时好像在念佛吧？是，对，念佛班上，对，正好想起就马上就痛了。然后我觉得还很神奇的是，他当时就想起为这个婴灵去供灯嘛，然后就在写灯牌的那一瞬间呢，就是一股暖流下来，就不痛了。这真的就是佛菩萨师父慈悲的加持。事实上，很多时候疼痛突然来的疼痛，或者是突然得的肿瘤，或者是突然的癌症，或者是突然出的车祸，还有突然在哪里重的摔倒，这些都可能并不是那么事件本身的单纯，只是表现在那里。你想，比如说一个人其实已经中风了但是你知道有小中风小中风，还有连续3次小中风，他一开始中风的时候他自己没更多的感觉。对，比如说你那个手指尖比较麻，你觉得可能是哪里稍有点小的不对劲，对不对？有的人喝点酒吃点肉就好了，有的真是过2天没有感觉了，对，那有的觉得头发懵，就觉得这可能今天累了，就没想到是中风，对，但是有一天的时候，这个中风这个能量突然又来了一次。所以对于小中风它累积3次以上的时候，就可能你突然间倒下了，你正好在做什么，比如你正在路边走嘛，
突然栽倒在路上，所以表现出这一刹那的这个病痛的现象，就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事情。我刚才说的是指累积了小中风而已哈，但是事实上我讲的这个故事的案例，可能是与灵魂或者业，或者是有要债的与灵啊，对冤亲债主有关系。对，所以到那一刻，他也来追你，追到了，那一刻你邦就倒到地上去。我这种现象就不是什么中风了。但是人倒下去了，像医生呢，就编出个名字来，他说怀疑是心脑血管疾病，就完了。其实有很多时候医生也说不清楚。对。因为我们曾经遇过好几位同修说，我这么痛得要死，到医院一查完，花了很多钱查完了之后，医生说你没病。对。说我痛得要死，你说我没病。他说可能是你精神里想的。我什么精神里想的？我除了腰痛就是腿痛，怎么会是想的呢？那之前我怎么没有想这个事儿也不痛，这2天就痛开了，怎么会说我没有病呢？对，但是有些现象确实能难死一生，就可能是某个灵魂对，给你施展了什么，可能是要债的，和你欠人家的，对，就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突然出现的这个现象，可能并不是那么单纯，背后都是有原因的。对呀，像他们描述的，就有人开那个阴阳眼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地狱使者拿个铁链子套那个人头上，拉着就走，但是现实中呢，那个人倒头就一头跌在地上，就昏过去了。事实上呢，这个有阴阳眼的人就看到有这种捉人走的这样的鬼魂就把他套个铁链子拉走的。这灵魂已经被带走了。对。那肉体也就像电影一样，其实是2个画面。对。现实中呢，这个人呢，砰一脚就栽在那儿了，就不会动了。但是呢，另一个画面呢，有这个地狱使者拉着链子带他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一般人看不见。是，只看见真人的身体栽倒嘛。对，看不到灵魂离开的那个香可别发愣啊。是。表达呀。你能想起什么来所以这个堕胎，就是我们有一些，尤其是师姐们他们会，比如说常年腰痛、腿痛，或者有的头痛，某一些病痛是不是跟堕胎婴灵有可能是相关的呢，师父？有的。我们先不去介绍到底是哪一种了对，我都要做好准备才能回答。如果没做准备，因为我们回答还是至少要有一些真实性和技术含量对，好的。那师父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师姐她刚刚讲到她的经历，她说她其实之前有在为这个堕胎婴灵有做过功德的，只是今年的话呢，她觉得说，以前都做过了，是不是就超度好了，已经就是转世好了，那是不是就不用再做，就没有在今年再为她做功德？你对于堕胎婴灵，或者是去世往生的长辈我们比如说有人说有天眼通，说看到你奶奶已经转世了，对，转世在美国纽约一个富贵的人家，挺好的。那一般人会怎么样的话，以后烧纸祭祀这个事儿就免了，对不对？会这么想吗？但是事实上，我们听到的一些故事来看的话，就算是不管你的长辈还是晚辈，就算是已经转世走了，祭祀是你对他的感恩和怀念，请继续。好。对，其实因为人呢有7魂6魄，就算是他转了世了，他那个灵魂本身还是在，尤其是你的长辈的话，会关注着你。如果是你那个堕胎的婴灵是你的晚辈他还依赖着你，对你对他的这个去点灯也好，祭祀也好，或者替他做功德也好，这件事儿
还是不间断为好。对，因为我们很难判定你这个灵魂他有多高尚的道德，是不是啊？是。他或者说他觉得我就不依赖你，对不对？我们没法肯定。对，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去到好的地方，或者已经转世了。对。但是你也可以做个选择，对吧？就是你不肯定他有没有转世走，你也不肯定他会不会来找你，对不对？对，就还是为他做。比如说吧，堕胎这件事特别容易让妈妈腰痛和腿痛，这是肯定的，还有外加头痛，这3件事儿你只有一个地方痛，你也不用祭祀，那这样好呢，还是说少花点钱祭祀一下好呢？你做个选择吧。还是祭祀好。是，祭祀你最少花几十块钱吧，对不对？这是亲人啊，都是但是说你一头痛一痛就1个月，或者腿痛就1-2年，那你觉得我腿痛我还省了钱呢？你去这么想也还是划算的，对不对？咱自己的腿不怕痛吧，痛死算了哈，也是可以。但是真的那个疼痛哈，就像北方描述这个痛是怎么样的痛呢？钻心的痛，像闹邪一样，根本无法用正常思考来理解的一种疼痛，痛得你死去活来。所以这样的阴灵使你的痛是超出你的承受力的。世界上如果一共有10级的疼痛，那你就是10级疼痛，最少都是8级，受不了，人的精神情绪都受不了，所以你只能投降，点灯为好。还有的痛到一定程度哈，有些人神经错乱，你就开始说这个灵魂的话了，就不正常说话了，就是严重者。都像被附体了似的。对，很厉害的。对，来惩罚你的灵魂呢，就开始用你的嘴来说话，就说的肯定不是你平常说话的方式。对。对，我们还是好好的供灯，好好的祭祀啊，还是有祭祀的好。对，要不然被折磨的是你自己。是，而且怎么说都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网友听了今天的故事，真正懂得灵魂的存在，那这些都是往生的亲人来着哈。我们只要为他们供灯，这份功德都会回向到他们，无论他们转世了，在人间还是到天上，都会让他们更好的。对。这个有时候赶上倒霉，那个你想这个，我记得去年什么时候，温哥华的一个师姐，她就是不安，就是她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几次堕胎，对，这个人呢就是很，有点粗鲁，他信吧，他也不会去多用心。因为他自己有个生意嘛，就是忙忙叨叨的，光顾着自己的生意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东西，他也听，他一边听着一边干活，其实也没听进去多少，就是，对，等他出问题的时候就很麻烦，对，那有一次我就碰到他在路上，他就说，师傅好久不见，先唠个嗑，唠个家常，之后说，师傅你看我现在运气怎么样？我说不太好，我接下来或者我就身上有点阴气的感觉，我其实并不神神道道的人啊，那他这个能不能认识我嘛？就问我，我就会看到的东西我就告诉他，我有点阴气的感觉，你小心点儿。他说我还啥呀？我怕啥呀？是吧？我年轻的时候我怕过谁呀？他跟我这么说，有些东西不是你怕不怕，像我们呢都被折磨怕了，你还没被折磨怕。所以你当然会这么说哈，那你说吧，你说让我注意点什么吧？我说这种事情来的时候，第一个让你病倒，第二个疼痛，第三个说不定有一些意外的事故。好了，反正我抽空我点个灯，哪个最便宜啊？我说1块钱，对，结果他第二个月他就撞车了，撞得不严重。就是他去撞人家那个车屁股后头，就追尾了。他的车撞前面的车的尾巴，人家红灯来了，人家停车是对的。他说：“你停这么快干啥？”我来不及刹车，咣当撞上去了。他当时也不觉得太严重哈，他就
因为有安全带，他觉得脖子被拉了一下，胸部被压了一下，方向盘挤了一下，当时也觉得没有啥啊。等几个月过去之后啊，哎呀，他这个后悔啊。当时保险公司问，觉得身体怎么样啊？说没事儿，你看我还挺结实的啊。对，3、4个月之后，他就哎呀，这个脖子痛啊，这反正没人治得好，那个胸里面也痛啊，也是就那一次撞车拉伤。对，这也是半夜痛的就受不了了，到场上点灯嘛，啊，他也找哪个便宜啊，还这样啊？还这样子。其实他做生意，他不是没钱，他这个是有点大脑神经有点粗啊，有点大条，啊，就是在这种事儿上，他觉得这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这种事儿哈。所以那次我就碰到他来点灯，我就说，你有没有比如说梦中有没有梦到过你知道的可能是灵魂的事情？啊，他就说撞车的头2天晚上，他就好像梦到了小孩儿，他的直觉就是他曾经堕胎的小孩儿，两个还是3个，哎呀，来找他，满脸都是血，啊，都是很脏又是血，啊，反正很惨的样子，很惨的样子，来拽他的腿，拽他腿，一个抱他的腰，啊，还有一个咬他的脖子，就是这样，我觉得挺恶心。他说，是吧？这吓人，他要不给他吓醒了。就过2天，他说撞了车时候准是他们给吓的。我说你别那么说了，你不管这个孩子有没有成人哈，你是他的妈，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爱他。啊，不管你当时不能生他，有你的原因哈，但是你给他做一份纪念，做一份祭祀，对呀，总是合情合理的嘛。你不要一说哪个最便宜啊，对不对？这些灵魂就在你旁边，他们听着开心嘛？不开心。但是我的知道的就是说，这个灵魂就没有离开他，对，就一直跟着他，所以让他就关键时候就撞了车，啊，最后这个身体就垮下来了。对，所以这个事情你不相信你也是可以，但是你经历人生多了之后，这些事儿你也不得不相信。所以宁可花的钱祭祀，也比让你撞车好。所以就是，其实听我们今天讲故事讲到现在，就是感觉其实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组成的成分哈，师父，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的。那还有可能更大的一部分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对。这个世界哈，都是，从过去的道家哲学哈，就是其实是中国的。古典的宏观哲学概念，他就认为这个宇宙中哈，就是有的就看似固有的这个物质和气到转为空，啊，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比如现在是气是空的，但是呢，其实在某种物质、某种生命看它，我们看那个虚空，它是真实的有的而实有的东西。是实有的，我说的有点广泛哈。你听说过飞机那个翅膀要一个飞机的头为什么是尖和圆的？你看战斗型飞机，那个飞机那个头哈，根本就是个尖儿，像锥子一样。空气的阻力，它把这个空气阻力呢，用这个锥子把它刺破它，再通过一个像锥子一样这样一个锥形哈。就是不去阻挡空气，才使飞机的速度更快，而且声音还更小，或者瞄准更精准，知道吗？就是我们做的客机那个头也是圆乎乎的，而且那个翅膀那个横切面前头那个地方也要做成圆弧形，它一旦做成方形，它的阻力就加强了，它自己本身都容易受伤，这空气对它形成阻力。如果不是说飞机能够飞这个概念，我们一般老百姓都想不到，什么还有空气的阻力，是不是啊？只有飞翔的鸟和这个飞机啊有这个概念，对，所以这些他们就研究这个空气力学、空气阻力学之类的哈，他们研究与飞翔相关的这个东西，包括研究炮弹也一样，
是不是啊？你看炮弹、子弹头都是个尖的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它一定要用过这个把这个空气刺破。但是平常我们看说哪有空气啊？但实际上我们每一秒都在呼吸的，都需要这个空气。好，但是道的概念来说，就自然环境来说，就是看似有形的这个物质，它到一些年之后，它就蒸发了，它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空气，我们就是氧化掉了。真正的这个铜啊、铁啊、铅啊、锡啊，里面它自动变成气的概念。所以在空气之中哈，还有很多做这个空气这个样本化验的人哈，就是尤其是一些环保局哈，就是政府做的环保局，他去在空气中抽取各种的物质哈，来积累的话，一个星期污染高的地方，一个星期就一个像风扇似的收集的东西，里面就是1桶沙子，他们回去再用仪器再把这个沙子分清楚，里头铅、铝、锡、铁、沙子、木屑什么都有在里头。但是我们看得到吗？看不到。看不到。但是空气中有。还有一个问你们两个哈，水中有没有各种物质？有，应该是有的吧。突然脑筋开窍了哈。对，我们看似那么柔软，以为是空的东西，其实含着万物。是。所以佛说呢，万物都是叫因缘和合聚合而成。因缘和合成了这个铜，因为众生有需要这个金刚杵，就有人把它做成了金刚杵。对，但是多少年以后，这个金刚杵肯定不在了，它就变成了气化了，就回于空气之中。回于空气之中，它只是把它从一个大的物质变成微小的物质，你就以为不存在了。其实就这个铜的粉，它小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一样在空中这个漂浮。这个你们俩能理解吗？能理解。那我问你一个事儿哈。黄金会不会飞？问着了吧？你知道的你就回答吧。就是现在我不是看到有的那个甜品上会有金箔，就是很薄很薄的黄金。比如说，我没试过它能不能飞，就是我感觉要是把它扔到空气，下次买一张金箔试一下。好。我亲自看到了，这个原始手工哈，拿着一摞小金片把它夹在这个那个大贝叶之中哈，之后他们来回砸，甩了3天以后，每一点点的这个小金片就像黄豆这么大的一个薄薄的金片哈，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金箔的那个片儿。你知道有多薄吗？所以我才跟你说会飞的金子。就他想给我看一下，拿给我的时候呢，他还在屋里头哈，屋里头有个小风扇，正好转过来，吹得不厉害，我都没感觉那个风。结果那个金叶子是空中像个羽毛一样就飘起来了。想不到金子也会飞吧？是。一般这金子往下沉呢，对不对？沉的，对，当它轻到小到薄到一个度的时候，一样像空气一样飞。对，所以我们说物质的这个世界看似实有的东西，当它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飞，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我们现在说的空气。你看我们这个屋还算干净吧哈，如果用那个叫做那个什么物质探测器，探这个空气的干净度哈，对，我们这个屋我相信10天也能收集一包物质。就你以为就像灰尘那种东西。是。对。如果在污染区，比如说像到景德镇吧，经烧窑嘛哈，是烧窑的这个大地区，不管哪个国家，烧窑的比较多了之后，说看着烧的这些瓷片很美丽，对不对？1000年不变色。可是烧窑的这个区域的空气是怎么样呢？非常不干净。我说这1桶灰尘是1天收1桶灰尘。是比不烧窑的地方污染可能超过100倍。那山东淄博过去也烧窑啊，烧窑、烧砖、烧瓦、烧琉璃，也是烧的东西越多，空气越脏。
每一天能烧去3桶，那个里是空气中的污染特别多，所以这个工厂多的地方，空气的质量非常的肮脏。所以任何有的和无的事物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成与转化有是来自于无，无是指这中国人古代人专门起一个名字叫虚。当虚到像真空一样的时候，叫太虚。对对对，是这样。他有时加了一些形容词，叫太虚，所以才有太虚真人。太虚真人住的地方叫太清宫，就特别清净的地方。特别清净的地方就是原始产生的地方，就是当有就开始产生那个地方，就是到空的地方就产生物质由小变大的地方就来了。我说的我自己明白，你们可能听糊涂了。你开始明白着，师父，那是不是虚的其实比有的更强大呀？所有的有都比这个所有的有和这个虚相比的话，那虚才是母体。虚是母体那是无限的强大。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地球在宇宙中来说的话，都没法比了。就是一粒微尘，我们肉眼都看不到一粒微尘，和我们看到整个的天空一样那样的一个比例。地球如果你离它10000里的时候，没一个地方你能看到那个地方叫地球，看不见，就不存在。那不存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形成在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但是我们可是在这个地球上呢，说从这儿到美国还得坐飞机，是吧？还觉得挺遥远。人类还觉得自己挺伟大的呢。那是自觉的，就我以为我很伟大而已。其实在宇宙之中根本就不算啥。对。所以我们看过文明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最后才发现我们小时候学的历史，我们自以为的伟大，其实是值得考虑的。还有就欠缺之处。对。这两河流域的早期的文明，那是真是发达。对，它的工业技术很发达。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一切的有是来自于无限的虚无限的虚空才拥有着无限的产生和存在。那这虚空中肯定也有很多的讯息，是吧，师父？什么都有不光是一种讯息，我们直白的说吧，就不同层次的生命都有。比如说和宇宙一样共存的生命体也有。对，可能1年就去世的生命体也有。那站在地球年来说就是这样。光我们自己在人世间所发现的小细菌，有很多几个小时就死，对不对？一样的，它都存在这个世界上。对，还有那个长寿的这个生命物质一样存在的。比如说和太阳系一样的寿命。你说太阳系能活多少年呢？1万不知道，很长很长，我们数不清的。就是1兆光年吧。也是个1兆光年。我说的轻松1兆光年我也说不清楚。1兆光年久远久远。几乎没有一个生命能看到这个1兆光年的两端的，不可能看到。太长了。对。好像我回答了你的问题。那就是这样看待生命的话，那真的是我们就是已经去世的祖先他们对我们，就是我们如果孝敬一点的话，那祖先虽然已经是一个虚的存在方式了，但是其实对我们会有很好的影响的就是灵魂的那个能力和能量，其实是比我们现实的人要大的。是这种感觉或者是就是反正我们是要更加的去恭敬这个世界，敬畏我你们说的也是对的。但是并不是真实的那个样子就是人去世之后说到那个世界都是虚的了，但是他看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虚的。比如说鬼魂看鬼魂都是真实存在的
说地球上的人在那活着才是虚的，所以很多人去世之后没有想回来的原因，说那里也不错。对，就是我们因为并不了解那个世界，还有人去世之后到的不一定是同一个世界。上次我们讲过一位，是吧？他本身原始他内心是信佛的，结果他儿媳妇给他弄了个葬礼呢，结果弄的是基督教的。他说怎么绑在十字架上在那受苦？是他就很生气，对不对？对，所以在我们光这个灵魂离开了这个肉体之后，与我们的信仰与功德有关系，我们去的那个世界还不一样。看以为是虚的，到那儿到真实感受那个世界的时候，它并不虚。只是我们活在这个人类的肉体躯壳内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虚空就是虚的。但是在那个虚空里头的生命，他不觉得那是虚的。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要不然他走路像游泳一样嘛。对啊，他不是游的，他是真实的在那个世界，他看到都是真实的东西。对，就是我们看不到。就像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电脑里面的程序一样，对不对？你这个手机里头有多少程序啊？无数。我光买一个手机里头，他自己带的就有100个。对。也经常会多下载几个呢，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法看到里面就运作的这个程序。对，世界就是那个样子，我们看不到里面的运作。它非常真实的存在的。所以就是其实你像我们很多师兄师姐，他在禅堂供了一盏灯，就避开一次大的灾祸。或者是在佛前上了一炷香，就得到保佑。就这个他也是看不见的，但这背后的力量却是非常强大的，佛的力量，而且真实存在的。是，能够保你平安的就第一个就是你的祖宗，就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你的祖宗。那么其次才是说依赖你的那个什么堕胎婴灵这些对，因为他是要依赖爸爸妈妈的，他就容易缠着谁。那被缠着的，尤其是被缠着的妈就特别明显的，第一个叫身体臃肿，第二个呢特别容易腰痛的，这是肯定的对，所以我们通常能够进行点灯和祭祀呢，就是对你的祖先你要怀念他们对你的好。那对于婴灵这个呢，你是要保护他，所以给他点灯超度烧纸是你作为长辈对后代的关爱，不管他活着你爱他，他去世了也爱他，就是这样。这样的话，你现在如果对于婴灵来说，你这位妈妈或者爸爸才会安心，或者才会安全。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预感，就这个预感是不是也来自于某一些虚空中或者是一些就是灵魂给我们的讯息，或者佛菩萨给我们的讯息。刚才我们讲到的在其实很多非常大的哲学家讲到一个概念，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巧合，都是必然。就是你不小心踢了一下凳子腿，就是我的家我都走惯了，又不是新买了个凳子，对不对？我怎么会把我的脚踢得那么痛呢？这个时候就是有原因的，有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你的某种提醒。关键是谁对你提醒？有的是祖宗，有的是阴灵，当然还有的佛菩萨派的护法使者。比如今天你撞了一下这个说今天你给人谈业务的时候可能不顺，就是这样。对，所以你能想到的这种和你有关联的，这样你肉眼看不见的这些生命体都有谁？你要再想一想，至少要有一种叫恭敬之心，这样他还会提醒你。这样的话你避开的灾难嘛，对不对？遇难成祥呀，对不对？比如你坐上那个飞机，那个飞机要掉下来，你不是遇难成祥说别人都死了你活着，那是不可能了，对不对？就能避开说我不上那个灾难的飞机，我不要上那个酒驾司机的出租车。对，
你才能避开灾难呢。那之前都有感觉的呀。是。我明白了，师父。所以真的就是恭敬佛菩萨，佛菩萨就会爱护我们。对。这个懂得感恩祖先的恩德，每一年都祭祀，祖先也会保佑我们。那自己往生的亲人，甚至有阴灵的，也能够想着他们，去帮助他们，可能也会得到那一份灵魂的护佑。对。所以还是要恭敬感恩万物，就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这样的爱。对。对。其实每一种启示它可能带给你的提醒，其实就是提醒嘛，因为它和你不在同一个时空。它是灵魂或者精神体，或者是佛菩萨。对，他提醒你的时候是用着不同的，不是说每一次左眼跳都是好事之类的，它是不同的方式来提醒你。对，所以呢，你要注意接受到这讯息的时候你分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比如今天的开车，那个时候那个车质量也没那么好，汽油也没那么好，经常插个钥匙打着火吧就打不着，那车还有不老那多次打不着，检查一下也查不到问题，说那怎么办呢？通常就等一等再说。就不要一定要把它打着出门，是吧？对，如果你顺利打着了，说不定就是灾难。对，像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注意观察这件事，所以这个要小心。对，所以你看，在很多大的像火车灾难、飞机灾难、汽车灾难之中其实你要去调查这个当事人，有的就出了车祸，但是人没有事儿，因为他之前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感应呢？真是都是有的。还有的出了大车祸，人已经死了吧但是之前他做的怪异的梦，他告诉家人，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回避，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也说不清楚，结果那天就出了车祸了，对不对？等出完车祸之后，家人才对得上他那个梦中原来是这个意思。对，有的人会提前做梦梦到自己撞车撞死，对，但是还去开。比如说你想明天我要去哪个城市去办事，我自己开车，因为你车那么高速的跑着，对不对？开车的人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就是这样。你开车的人就想早点到达，所以这个车越跑越快。那个公路呢，什么样的都有，有的到晚上你看不清的时候维修维修还连个信号灯都没有，你弄不好连修路的人都给撞死，还有自己掉到山涧。还有的原来有个桥吧，这个桥突然被大水冲塌了，那你那个车呢就撞到那个水沟里去，就车毁人亡。因为你出门呢，什么样的事儿都会遇到。对，你要，其实一个会做事的人要学习接受讯息。你有没有接到讯息就接到讯息，有很多人就习惯性的。尤其是像叫 A 型血的人，说我承诺了就必须去做，车着不了火，我蹬自行车，对，其实不行。从这个对于道的概念我们学八卦内功嘛，里头有个道的概念。这个道的概念说，该停的时候要知道停下来，该静的时候要能静下来，但是该动的时候也要动起来。等明明很多的感受不适合动，你还在动，那你就别动，是吧？你今天你要出远门，早晨起来先切个面包吧，先把手给切破了，这个时候别出门了，你可能会有血光之灾，所以这种讯息你要会解读。我们也不要露头青，像个傻子一样说我就什么都不信，非撞死你才信嘛？等撞死了信也晚了，不是吗？对，其实要学会去分析所有的现象，才是对的。分析所有的现象，这个天地自然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祖先什么护家神佛菩萨经常会提醒你，你要学会去接受，再去分析，这有好处。那分析的多了是让你更安全，就是好处多。
那你不管不顾，灾难多。感恩师父的提醒和教导，真的太重要了。好，那我们刚才也是引发这一大段讨论的，我们分享了纽约一位小梅的故事哈，我们给她送一个礼物好吗，师父？好的，好的。送她一件降龙 T 恤，怎么穿都好啊。这个是纯棉的，穿着又舒服啊，还能护身辟邪啊。对，特别好，特别有好处。再送你一个绿色的宝石的手串哈，祝你健康长寿，出入平安。收到，感恩师父。好，那我要跟师父和网友们再分享一个非常精彩的真实故事哈，它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新山妙法禅堂啊，叫生死一线啊。那这个故事呢是陈建平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师父好，我叫陈建平。那一直以来呢，我的身体都很健康，我也没有担心过自己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没想到啊，一颗胆结石却在短短几天之内把我推到了生死边缘。今年年初，我突然腹痛、腹泻，我以为只是普通的肠胃炎，并没有特别在意。可是没有想到病情急速恶化，高烧不退，完全无法进食。到了半夜，我突然昏倒，彻底失去意识，被家人送去急救。后来家人才告诉我，当时我的胆囊破裂了，是一颗约3公分大的胆结石，再加上许多小的胆结石堵塞了胆管而导致的。那胆囊破裂后呢，就引发了严重的细菌感染，感染迅速扩散全身，到我的肺部和心脏。因为肺部感染非常的严重，我已经无法自主呼吸了，只能插管，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当时我的血压也飙升到了快200，心跳忽快忽慢，极不稳定，白血球的指数高到了正常平均值的3倍。医生当时坦言跟我的家人说，我的情况非常危急，存活率只有10%，只能尽全力的用最强效的抗生素来抢救。那一刻，对于我的家人来说，几乎天都要塌下来了。我的姐姐得知消息之后，第一时间联系禅堂的老师和师兄师姐们立刻为我念佛祈福。禅堂的增烟老师也马上为我远程加持。加持的过程中，老师看到我的病房里阴气森森，黑白无常已经用锁链将我的身体拉走了一半，同时还有无数团黑影正潮水般不断地涌向我的病床。这些黑影没有脚，就像一团团的黑云，伸出无数只手抓扯着我，要把我拖走，实在是太恐怖了。姐姐平时在禅堂供灯非常的受益，她深信菩提供灯的功德，当下呢就为我的冤亲债主还有历代祖先都各点了49天的超荐大灯。在禅堂上灯之后的一小阵子，禅堂老师呢又看到我的病床四周突然轰地升起了一圈至圣无比的金色火光，将我整张病床层层包围，形成了一道道的火圈。这个火圈就像一个屏障一样，那些原本面目狰狞不断逼近的黑影被这道火光震飞退去了，再也没有办法靠近我半步。姐姐后来告诉我，当时禅堂的师兄师姐们不断地在为我点灯，为我念佛。那是一段至今我能深深地刻印在心里的经历。昏迷的时候，我记得我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轻飘飘地在病房的半空中漂浮着。我低头看见自己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周围的气氛异常紧张，好几位医生和护士拿着各种手术器具，正满头大汗地全力抢救着我。急促的脚步声，金属医疗器械碰撞的叮当声，
还有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我听得一清二楚。我尝试着回到自己的身体，却怎么都做不到。随后呢，我又看到我去了禅堂，禅堂的老师、家人，还有很多师兄师姐正虔诚地为我念佛祈福，无数的光芒开始向我汇聚。可是在与此同时呢，我感觉我的身后仿佛站着一位充满怨气的女子，死死地抓着我的手，拼命把我往深渊里拉，而另一股来自佛光的能量就一直把我要往外拉，两股力量不断地拉扯着我，我在生死边缘挣扎，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直到后来，我突然间我就看到了佛菩萨，看到了金菩提宗师，还有哪吒也出现在半空中，整个空间绽放出一道无比耀眼慈悲的光芒。那道光像一个温暖的襁褓，把我整个人紧紧地包围。原本剧烈的拉扯感瞬间消失，我的内心顿时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我在空中合十感恩。随后我感觉那道光推了我一把，下一刻我的手指猛地动了一下，奇迹般的我睁开了眼睛。我就听到医护人员们在惊呼：醒了醒了，他竟然醒了。那个时候我还很懵，不知道自己已经昏迷了多久。可是醒来以后呢，我的身体就开始一天天的好转，各项检查指标也逐渐恢复了正常，最后顺利出院了。出院后，医生建议我一定要定期观察胆结石。4个月后，当我再次回到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很惊讶地发现我胆囊里的小胆结石全部都消失了，那原本3公分足以致命的大胆结石也明显缩小，后来被医生非常顺利地就给吸出来了。更重要的是，整个治疗过程我都不需要切除胆囊，真正做到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医学上，我的个案简直就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师父的慈悲加持，是佛菩萨的护佑，以及家人、老师和所有师兄师姐共灯念佛回向所汇聚起来的无量功德，生生把我从黑白无常的手里给抢了回来。经历这次生死考验，我更加珍惜生命，也更加坚定修行。我一定要跟随师父的脚步，把这份重生的恩德化作实际行动，利益更多的众生。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感恩佛菩萨的慈悲护佑。这个很神奇啊，这整哎呦，真的是，我要不是听了这个故事，我都很难去相信他所发生的一切。但这是我们这个陈先生他亲自经历的，也是在妙法禅堂，因为曾岩老师他有了一定的天眼的能力，他看到的真实景象。对，就是网友在问哈，那我也之前有这个疑问，就是一个胆囊炎、胆结石能够变成这么要命的问题吗？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危急在哪呢，师傅？就正常的胆结石、胆囊炎是没有这个生命危险的，但是他的胆结石把胆管堵住之后，胆囊那个不是还不断的分泌胆汁吗？撑得太大了，这个就破了呀。破裂以后，胆汁的腐蚀性是很强的，再加上它是带有炎症的，其实是充满细菌的这种脓汁和脓水啊，就在腹腔里面散布到整个腹腔，马上迅速进入到血液里，其实可能很容易引发败血症，还有可能引发心脏和肺部的衰竭。那器官一衰竭了，这个人很快就可能会离开了啊。对，所以他的这个死亡率，当时我们查到的医学资料，像这种情况，他的死亡率是90%，所以就跟医生跟他说的存活率10%是一样的。是非常危险的。原来这么危险啊！硬生生的从死神手中给抢回来的。那明白了哈。真挺危险啊。所以这个师兄还是有福哈。哎呦，太有福气了啊！在最关键的时刻，能够
能够得到我们禅堂老师的这个加持师的帮助哈，帮他看到了，同时呢，他好好的也是他很诚心的去供了灯，那师父的加持，禅堂师兄师姐也努力的为他念佛祈福，最后才他在医院在被治疗的时候哈，就是他好像他这个灵魂出窍了，对，是这个地方他做了很多详细的描述哈，是，对他看的那些医生护士在给他帮忙治病，对，但是他的感觉呢，他是在虚空上的往下看，这个你相信这是真的吗？我相信，因为我看过好多那个濒死体验的书，就很多人可能曾经被宣布死亡，或者是在手术台上已经就是生命垂危的时候，是有过这样经历的。很多外国人都写下来，有专门的书籍记录这样真实的经历。我在小时候修行的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他不是得病，对，我就经常会看到自己坐在那儿在修，但是我觉得是在我的头顶以上的，像屋顶啊，或者10米开外啊，或者几十米开外的这个天空上，在看自己在那修行。对，就是说不清这个感觉哈。那就是师父进入了一种状态。对，对，像他这个呢，就像很多濒死体验的人那样，尤其是在被抢救的时候，还有人说看到了，因为他灵魂出窍了嘛，他的身体像休克或者死亡一样的感觉，他看到有人抢救他，给他压这个心肺复苏啊，心肺复苏那个压，还有背他去往医院跑等等这个动作他都看见，是，而且还记住了。对，但是最后好了之后，他这个精神就回到肉体上来了。对，这个很多人讲过啊。他只有回来，他才能讲述这一段经历，否则我们也听不到了。对，他有过这个濒死体验的嘛？就和这个是陈先生哈。对，陈先生，对，和他这个经历差不多。当然不是同样的病的哈。对，所以这个现象，如果你真昏迷过，你才可能会遇到说，你在昏迷中你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还有的是看到的就是比较真实的，还有的人是看到了好像到了天堂，对他不一样看到的，对，陈先生看到是给他救治他的人，但事实上场景，事实上他已经昏迷了嘛，对，那么他的看到是什么看到的？又不是眼睛嘛，他昏过去了，眼睛都没睁啊，几乎会没有意识了。那你想他是怎么看到的？灵魂看到。对，所以这灵魂存在吧？对，存在。就是活人本身都有灵魂。对，我们都有灵魂的。都是有灵魂的。就一旦一个人的灵魂走了之后哈，就是你的眼神从此再也没有神了。对，眼睛看那就空洞的，就是这样的。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哈。是。就是说你观察多了，你就明白了我讲的感觉。所以很多就是经历过，你像陈先生也是，他经历了这样的生死的体验之后，他再一次能够重新活回来，他对人生就有不同的看法了，也有不同的想法了。没错。他和过去的那个世界观、价值观都会改变的。是，他自己就说要好好珍惜接下来的这个生命啊，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去帮人。对，行，挺精彩的故事。是那师父，我们也送他一个礼物，好吗？好的，好，还是降龙 T 恤啊，这个怎么穿都好，反正能给你带来保护哈。对，还有一个蓝色琉璃的手串啊，保你出入平安，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我们今天听了那么多的故事啊，就是也是非常真诚的那个体会到灵魂真实的存在。那他们不仅存在呢，很多他们还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然后能够解脱生到更好的地方，甚至转世到更好的人家。那现在呢，其实再过1个月就是我们1年1度的盂兰盆节。那也非常感恩师父在这个时机呢，就给大家推出了在菩提学院网站上，能够为我们这些往生的亲人啊、冤亲债主啊、英灵等等去做一份那个功德。
那今年也是感恩师父大慈大悲，为往生者就是供一盏灯呢，从1块钱起，所以就真的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不会因为经济的原因无法供灯，大家都能够做这份功德。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学员网站上也提供就是祭祀的套装，就是这个季节去表达我们的心意去祭祀也是很重要的。那有很多地方因为可能不方便去画纸嘛，那就是我们学员网站也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可以为我们的往生亲人去做一份金银宝山套装，金宝山、银宝山套装，里边都会有金银宝山啊、金条呀，就是莲花呀，还有经文等等的，那除了套装以外呢，我们还能够去加这个寒衣、莲花、金银桥，这个法船等等的去给我们这一些祖先和与我们相关的这一些就往生的亲人更多的帮助。非常感恩师父。对，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受教育哈。灵魂是存在的，那我们做一个有情有义、知恩图报、也恭敬万物的人是去为我们跟我们有缘的这些生命，为他们去供一盏灯，为他们去做一份功德。相信就是一定会为他们带来一份美好，也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份美好的。感恩师父。师父。好，那我们下期直播时间。好，下期的直播时间我们打到大屏幕上。就是下周6的同一时间。对，就是亚洲台北时间7月18日下午6点钟，北美温哥华时间7月18日凌晨3点钟。好，每一次到直播圆满的时间我也是难舍难分的。对，所以人和人待在一起呢，都是有感情的哈。对，我们得到佛菩萨这么多的爱与帮助哈。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讲的内容你喜欢的话呢，你就写上说我爱药师佛在屏幕上写上它留言上写上就会得到药师佛和诸位佛菩萨的护佑人生会顺心顺意。收到。吉祥如意。收到。长命百岁。收到。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